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楊紫80多斤被群嘲撞，7萬台訂單卻撕開了內娛最荒唐的遮羞布。黑色長髮、高跟鞋、工裝褲，楊紫這一套造型一出，評論區就炸開了。有的人看的是比例，有的人看的是氣質，還有的人的說法很難聽。但是請允許我直言不諱地告訴大家，在網絡上大家都在討論一個問題：楊紫為什麼會和性感無緣？這個提問本身就是有問題的。應該提出的問題是誰規定了她一定要遇到一個性感的人呢？爭議現場，40度高溫下的拼貼怪。把時間倒回到7月25日，成都科幻館奇瑞風雲 A9 上市發布會，楊紫剛剛獲得白玉蘭視後的頂流女演員，以全球代言人的身份出現。高馬尾、白色襯衫、舞工裝褲、黑色絲襪、10厘米尖頭高跟鞋，這套造型放到其他的場合也許還可以，但是那一天成都有40度高溫，上半身穿的是白色襯衫，乾乾淨淨的樣子，好像要去參加品牌的發布會一樣。下半身是黑色的馬褲，讓人覺得空氣中好像有煙霧一樣。上半身如白月光一般皎潔，下半身則如同趕集一樣擁擠不堪。有博主直接開噴內娛造型的傲慢在於，明知會挨罵，卻還要把明星當作試衣鏡。更厲害的是，這套造型中最顯眼的地方並不是醜，而是把內娛造型師們那一丁點兒裝模作樣的樣子直接拉到台上展示。當天的照片沒有經過任何濾鏡或者修圖處理，蘋果肌很豐滿，以至於被人稱為塑料人偶。低腰5分褲，腰部和腹部有脂肪堆積，大腿線條一目了然。有人說她的身材是5分，還說她穿上之後的樣子很尷尬。該話題衝到了熱搜前3的位置，在幾個小時內就達到了1億次以上的點擊量。更離譜的事情還會有。8月10日，在百花獎紅毯上，楊紫以北京宣傳大使的身份出現，在穿着香檳色流蘇珠簾長裙之後，她牽着首屆百花獎最佳女演員祝希娟老人的手走上紅毯。2代電影演員同台出現，被稱為傳承名場面。按照常理來說，這波應該穩定下來了。那麼結果又如何呢？還是被挑剔地指出來。有粉絲對她的禮服進行點評，禮服本身就是密密麻麻的垂墜珠鏈流蘇，肩頸已經很熱鬧了，竟然還要硬套上一條大粗金屬項鏈。評論區話鋒：這是誰給搭配的？看着好累贅，分不清主次等等。另外一場活動也十分精彩，一件高級定制禮服，在模特走秀的時候，領口被開到了肚皮上，到楊紫這裡的時候，硬是給縫了一層肉色的內襯，時尚感一下子變成了鄉鎮影樓的樣子。有位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，把高定的高級感親手拆掉，並不是一種保守的態度，而是一種對自己駕馭能力缺乏自信的表現。我的暴論，這並不是一個設計上的問題，而是一個坐標系的問題。很多人都認為楊紫的問題就是不漂亮，沒有性魅力，撐不起造型。我說的是全部錯誤。楊紫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她不夠優秀，而是在於她被放置在了一個不合適的美學坐標系中進行比較。再說一下身高，167厘米左右，為了拍攝新劇《生命樹》，體重已經降到44公斤左右，體重有80多斤之多，整個人呈現出了排骨架的狀態。天鵝頸、直角肩、鎖骨全部練好了，結果呢？臉凍成了蠟像，腰圍不到60分米，但是看上去還是很結實的，瘦到了健康的底線。還會被人說成是胖，這並不是因為身體狀況不好才被別人認為是胖的，而是因為在身高、體重以及骨骼結構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的情況下，
在一個不適合自己的跑道上進行比賽所造成的結果。再來說說風格吧，楊紫屬於溫婉親和型淡顏長相，面部輪廓圓潤流暢。她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人演進去，通過表演細節以及角色親和力來慢地把觀眾吸引過去，並不是只有長相好才能把人壓下去的那種類型。但是市場的態度以及團隊對她的期望都把她們推向了成為第一美人、性感尤物的方向。在青雲志香蜜沉沉燼如霜中出現的絕世美人角色，在觀眾心中形成了一種對原著的想象，並且把現實與期望之間存在的差距無限擴大了。就比如請一位頂尖的中餐大廚來參加鐵板燒的比賽，然後再責怪他做不出日本料理的精緻味道。賽道選擇錯誤的話，再怎麼努力也無法獲勝了。更加扎心的一個事實，在這場爭論中還有另外一組數據，非常可笑。奇瑞風雲 A9 發布會的造型在網上受到了廣泛的批評。那麼結果又如何呢？預售訂單已經偷偷的超過了7萬部，15天訂單量可以達到競爭對手的好幾倍。更有趣的是，大約70%的訂單來自於35歲及以下的年輕人，40%左右的訂單來自於女性用戶。一邊罵他穿得很土，另一邊卻在下訂單購買他的代言車型。品牌方沒有花費1分錢購買熱搜，完成了低成本、高滲透度的圈層傳播。這意味着什麼？也就是說，罵他的那個人以及認可他商業價值的人，其實是同一批人。嘴上說他不擅長性感，但是身體卻是最誠實的。他的國民度、演技、觀眾緣早已不需要依靠性感這張王牌來維持了。最後再加一句，楊紫今年33歲，從小雪在《家有兒女》中出場到成為白玉蘭視後的全過程，拒絕了8000萬元的片酬，並且花了3個月的時間，在3000億元的基礎上重新拍攝了一部已經拖延了6年的小說改編電視劇。她不必用性感來證明些什麼。應該反思的是，楊紫為什麼不能有性感？而應該反思的是，一個女演員的價值總是要以能不能駕馭性感為標準來衡量。一方面，觀眾希望她能有所突破，另一方面又用以前的印象來限制她。但是實話實說，現在觀眾對自然感、鄰家感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了。楊紫所需要的，並不是去強求別人走和自己一樣的性感路線，而是在於找到一個完全適合她自己的坐標系。在該坐標系中，性感並不是必須的選項，演技才是。因此，你認為是楊紫自己造成的，還是整個行業的女性演員被要求的標準過低呢？評論區見。